位同学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骨盆的结构和器官。那么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正常的情况下，只有女性才能孕育胎儿吗？那么是女性的哪个器官在孕育胎儿当中起作用的呢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首先要了解相关的解剖学的常识。本次课的内容分为3个部分：一、骨盆的结构；二、子宫的位置和形态；三、直肠和前列腺。第一个部分，骨盆的结构。骨盆呢，它是由左右的髋骨、骶尾骨和它们之间的骨连接共同围成的。骨盆可有骶骨甲向两侧，经弓状线、耻骨枢、耻骨结节、耻骨联合的上缘构成的这个环形的界线，分为上方的大骨盆和下方的小骨盆。大骨盆又称为甲骨盆，而小骨盆呢又称为真骨盆。小骨盆可分为骨盆的上口、骨盆的下口和骨盆腔。骨盆的上口由界线围成，呈圆形或者卵圆形，而骨盆的下口呢，由尾骨间、底结节韧带、坐骨结节、坐骨支、耻骨支、耻骨联合的下缘围成，呈菱形。两侧坐骨支与耻骨下支构成耻骨弓，它们之间的夹角称为耻骨下角。骨盆上下口之间的腔称为骨盆腔。小骨盆腔是一个前臂短、侧臂和后臂较长的弯曲通道，其中轴为骨盆。分娩的时候，胎儿呢循此轴娩出。骨盆的性别差异在人的全身骨骼中是最为显著的，甚至在胎儿时期，耻骨弓就有明显的性别差异。骨盆的性别差异与功能有关，虽然骨盆的主要功能是运动及保护盆腔的脏器，但女性骨盆还需要适合分娩的需要。因此，女性的骨盆外形短而宽，骨盆的上口近似圆形，较宽大；骨盆的下口和耻骨下角较大。女性的耻骨下角可以达到90至100度，而男性的耻骨下角呢，则为70至75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可以进行分娩主要的原因。那么在临床上，如果出现了骨盆达不到上述的解剖学的关系，就不能经过产道进行分娩，只能够经过剖宫产。第二个部分，子宫的形态和结构。子宫是女性生殖系统的器官，位于小骨盆的中央，在膀胱与直肠之间，下接阴道，两侧有输卵管和卵巢。子宫可以分为3个部分：子宫底、子宫底和子宫颈。子宫的体和子宫颈之间呢，较狭窄的部分称为子宫的峡部。子宫的峡部正常的情况下长约1个厘米，在妊娠的晚期，子宫的峡部逐渐生长变长，形成子宫的下段。
至妊娠的末期可以延长至7至11个厘米，狭壁逐渐变薄，因此剖宫产的手术常在这个地方进行。在子宫峡部进行剖宫产，也可以避免进入到腹膜腔，减少感染的机会。子宫底里面的腔称为子宫腔，子宫颈内部的腔称为子宫的颈管。子宫腔和子宫颈管以及子宫峡内部的腔合称为子宫的内腔。那么子宫呢，在盆腔当中，它是不是游动的呢？不是。原来子宫在盆腔当中也有一些固定装置，使得它相对的固定在盆腔当中。这些固定装置主要靠韧带、盆膈和尿生殖膈的承托，以及周围结缔组织的牵拉的作用，维持正常子宫的位置，前倾前屈位。那么固定子宫的韧带主要有4条。子宫的圆韧带，它是维持子宫的前倾前屈位，而子宫的阔韧带覆盖子宫前后面的腹膜，向两侧延伸至盆壁和盆底，形成双层的腹膜结构，呈冠状位，维持子宫的中立位。子宫的主韧带位于阔韧带的基部，从此宫颈两侧延伸至盆壁，比较强硬，防止子宫下垂。因此多产的产妇，那么子宫由于这条韧带比较松弛，就会出现子宫的下垂。子宫的底韧带呢，是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构成的扁索状韧带，协同子宫的圆韧带，维持子宫的前倾前屈位。第3个部分，直肠和前列腺。直肠是消化管位于盆腔下部的一段，全长10至14厘米。直肠并不直，在矢状面上形成2个明显的弯曲，底区和会阴区。直肠的上端与结肠交接处管径较细，向下显著膨大，称为直肠的弧幅。在直肠的内面有3个支撑的横壁，由黏膜及环形肌构成，具有阻挡粪便下移的作用。上横壁距肛门11个厘米，中横壁距肛门7个厘米，相当于直肠的前壁腹膜反折的水平。因此在乙状结肠镜检查中确定肿瘤与腹膜腔的关系。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以中横壁为标志。下横壁距肛门约5个厘米。判断直肠肿瘤是否能够保留肛门的最重要的标志，就是看肿瘤距离肛门的位置。前列腺位于膀胱和尿生殖膈之间，前方为耻骨联合，后方为直肠弧幅，呈板栗状，可分为前列腺的底、体和颈。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器官，在前列腺的体上后面平躺，有一纵形的浅沟，称为前列腺沟。活体直肠指诊进行前列腺肥大触诊时，此沟消失。前列腺可分为5叶：前叶、中叶、后叶及两侧叶。
前叶很小，位于尿道的前方和左右侧叶之间。中叶呈斜形，位于尿道和射精管之间。左右侧叶分别位于尿道的中叶和前叶的两侧。后叶位于中叶和侧叶的后方，是前列腺肿瘤好发的部位。中年以后，腺体的不足退化，结缔组织增生常形成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。那么前列腺的肥大大部分主要发生在中叶和侧叶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就会压迫尿道，造成排尿的困难，甚至尿潴留。本次课主要介绍了骨盆及骨盆的内容器官，包括其中的直肠和男性的前列腺、女性的子宫。谢谢大家。